为什么只有高达 Seed 中出现了斩剑刀？首先要提2点，第一个是这玩意儿其实叫对剑刀，斩剑刀这名字有点夸张了，那是超级系范畴的。第二个呢，其实在 UC 系也是有类似的概念，比如 ZZ 高达的高出力光束军刀，其实也是有对剑功能的。那么大家常说的 Seed 斩剑刀到底是什么概念呢？其实说白了就是强袭、脉冲、命运这3台机子上面的刀型武器，它是以实体刃为基础，在保留一定实体刃的同时呢，将刃口部分改成了光束刃。那么为什么 Seed 里要出现这种武器呢？抛开众所周知的华丽度、好卖胶不说，其实剧中也是有相关的设定背书的。首先 Seed 宇宙的光束军刀原理就与其他高达系列大有不同。拿 UC 来举例， UC 的光束军刀是用艾力场形成特殊形状的保护层，并在其中呢填充高热的等离子体。当艾力场碰触到物体时呢，就会破裂，将里边的高热等离子体露出，从而达到切割的目的。这样既保证了高热等离子体不会扩散，也尽量增加了光束军刀的长度。而在这个原理之上呢，如果2把光束军刀碰撞，2个艾力场就会互相排斥，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 UC 宇宙的机体会拼刀。但 Seed 的原理就简单粗暴很多，它的光束军刀说白了就是一个打火机，直接把能量喷涌出去形成的。所以 Seed 中的光束军刀并不能互格，剧中都是拿着盾去格挡的，除非作画失误。而后期中会看到的一些特殊形状的光束刃，其实是用幻象粒子塑形的，对，就是迅雷高达海市蜃楼系统那个粒子。只不过幻象粒子就算互相碰撞，也不会出现排斥反应，因此呢 Seed 第2季中依然无法出现光束军刀互格的情况。那么 Seed 宇宙光束军刀的缺点也就显而易见了。第一，没有立场塑形，就意味着能量会大量扩散出去，耗能将会增加。而又由于有中子干扰器的存在， Seed 宇宙中大多数机体都是非核能机，也就意味着能量紧张，因此光束刃就很难同时保证长度和威力。那么在对战舰时呢，这个缺点就会被无限放大。由于战舰体积较大，想要切到内部核心部位，就要让光束军刀保持一定的长度，而要想保持长度，威力又会有所衰减，因此对剑刀这种武器就有需求了。大家其实只要买过有斩剑刀的模型，都不难发现它的光束特效件是头尾都有喷射效果的，也就是说对剑刀上的光束刃是由2个打火机从2个方向对流而成的，这样就既保证了长度，又保证了出力。第二， Seed 中高达系列的 PS 装甲是可以将实体武器在一定程度上无效化的，而他们的盾牌上更是加涂了反光束涂层，所以就造成了本体物防高特防低，盾牌第1层也就是反光束涂层特防高物防低，第2层 PS 装甲物防高特防低的结果。简单来说呢，就是必须先用物攻刮掉涂层，再使用特攻攻击里边的 PS 装甲。而能开上高达的驾驶员拿盾牌格挡光束武器呢，都是常规操作，因此就需要一种能够破他们盾防的武器。而对剑刀呢，恰好就保留了实体刀刃的部分，尤其是剑脉、刀背整个都是刀刃，那么就可以在对盾时呢使用实体刀刃，对身体时呢使用光束刃。这里大家可以看几个例子强袭的对剑刀虽然实体刃只有刀尖部分，但在砍圣盾的盾时，虽然光束刃被涂层中和了，但实体剑还是会把盾牌砍变形了。与其说是砍，不如说是压的吧。再来看剑脉对盖亚这里，当史黛拉顶盾冲过来时，飞鸟是使用刀背的剑刃部分还手的，只不过呢要一边防御对面的攻击，一面反击，所以没用上劲儿。而当后面要砍本体时呢，则使用了光束刃的部分，只不过被格挡了。还有就是命运对无证时，面对加速砍过来的命运，无证呢也是要第一时间闪身躲开这刀，随后呢才能接下动能较少的第2刀。而飞鸟爆种后呢，这瞬间打出了一记回旋斩，动能也是拉满，直接把无证给打失衡了。最后呢，再来看看最经典的脉冲捅自由。很多人好奇自由身上有 PS 装甲为啥会被实体刃给捅穿了？来，咱们仔细看看首先是飞鸟使用回旋镖对自由的盾牌造成了初步伤害，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划痕。随后飞鸟使用了前格捅了上来，面对这样的高冲击力实体剑，受伤的盾牌显然是扛不住的，因此呢被捅穿。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本体的 PS 装甲。先来补充一个细节剑脉的对剑刀在刀尖部分也是可以展开光束刃的，买过 MG 脉冲的各位应该都了解。而动画中呢，当脉冲捅穿自由时，也可以看到光束特效，所以呢可以理解为是打本体时飞鸟将光束刃打开了，所以能捅穿。可是在脉冲捅自由之前以及捅完自由以后的这个画面中我们又发现刀尖上并没有光束刃。那么如果要排除飞鸟特意要手动开关，或者武器上有自动识别进行开关的这2点，那就是最后一个解释，冲击力太大， PS 装甲也扛不住那种。毕竟之前的剧情里边也有大力出奇迹的效果， PS 装甲也不是物理防御无限高，在面对一台60
60多吨满速冲过来，还刀尖如此锋利的武器撞击时被戳穿也不奇怪了。那么以上呢就是结合 C 的宇宙背景设定以及实战分析所得出的为何 C 的需要对剑刀的结论了。当然了，这个武器说白了主要还是对剑用，在动画中除了飞鸟超常发挥，这个武器其实在对 MS 战中呢没有啥好成绩，而且就算是对剑刀爱好者飞鸟，也是常年对剑刀本身直接被对面给斩断了，这也是对剑刀最大的缺点了。对黄牌击师时效果十分有限，主要就体现在攻速上面，要么怎么会有被空手入白刃之辱呢？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了，喜欢的小伙伴大家可以点一个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咱们下期再见。